你是真爱这个男人。真正爱这个男人的女人，发现自己的男人跟别的男人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更多的是害怕他受伤，而是把他扯开。你倒好，为了自己那点小虚荣，恨不得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打一架。你是真爱他吗？不是，你只爱自己，爱自己的骄傲，爱自己的虚荣。你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来宠你啊？视频中这个女孩名叫小慧，到底是什么原因，竟让涂磊老师当众怒骂她太虚荣呢？事情经过还要从男友小郭这里说起。我跟你说，主持人，当时他在外地，我在唐山，你在唐山啊，我跟他打电话，他就是那种不着急，在外地他发那亲密合影。我着急，你还能生气了吗？后来我直接问他在哪儿，然后我坐高铁去苏州，我找他去了啊，他还告诉我地址，告诉我房间号。我走到门口，里边吵吵闹闹的，有说有笑。我一进屋，他俩在一块儿，而且在床头那儿。那事实真如小郭说的这般吗？其实小郭与女友小慧相恋已有3年的时间，起初女友的任性并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但因为自己的忍耐，他便愈发变本加厉。更过分的是，两人这次只是因为冷战，女友就报复性的和异性出去开房，之后做出的一系列事情更是毫无下限。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头上的绿草继续生长，小郭说什么都要和女友小慧分手，但因受不了小慧的纠缠，他便求助到节目组。那小郭此次能否和小慧成功分手呢？刚一上台，小郭就态度强烈的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我真想分手，我现在真想啊，我这心里受不了了是吧？都已经有病了，他就像摆弄玩偶一样，他控制着我啊！我现在我真的都不行了，我现在。提起过去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小郭的脸上都是一脸苦涩。他本以为自己的忍耐可以换来女友的体谅，但事实证明是他太高看女友，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后半辈子陷入无尽的黑暗中，他便决心要脱离女友的掌控，重新生活。那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让小郭不顾3年的感情狠心分手呢？一切还要从两人相识的时候说起。因为最一开始认识是我俩是一个班的同学哦，一个班的。大一的时候刚来学校，就那时候觉得她挺漂亮的，特别喜欢她。但是你大一的时候我不能来了没几天我就对她表白，是吧？以为我是一个不注重感情的人。对。后来我一直就暗恋了1年，等到第2年的时候，就是大2的时候，我俩一块加了一个那个羽毛球社团。哎，这接触机会多了，我感觉这是上天给我的缘分。上天给你的缘分啊！然后我们俩就在一块就一直打球啊。大2快期末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他特别不开心。那时候我就开始安慰他，我跟他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我就把我对他有意思这种表示出来了，然后他同意了。在小郭的心里，这段感情是他曾经在梦里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当小慧答应他的追求后，他别提内心有多开心了。因此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几乎把小慧捧到了手心里，事事都以女友为尊。但不知是他太包容，还是女友的本性没有露出来，在一起没多久，两人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对此，女友小慧则认为是男友变了心，得到之后就开始不珍惜。随后她则说起了男友之前对她的贴心行为。刚开始他对我的确挺好的，这个人特别暖心，就是有一阵我得了胆囊炎，然后那个排号也比较麻烦嘛，医院周一，然后他这个人又不能早起，然后他就一晚上没睡，早上寝室6点开门，然后他就去医院排号去了。然后经过种种一些事情吧，就挺感动，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就天天宠着你，哄着你，然后把你奉为女皇。因为他这句话，所以我就感觉有这样的男人真的可以依靠。在小慧的观念里有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小郭当初在追求自己时是多么上心，现在在一起了觉得不新鲜，要和自己分手，曾经的那些誓言难道都被狗吃了吗？那面对女友小慧的指责，小郭又会如何解释呢？因为那时候是在学校嘛，我刚上大学。学校怎么了？现在不上学了你就变了呀？我现在我也有事业，我也有父母啊，我不能依靠父母啊。你说到现在咱们俩已经3年了，你应该理解我吗？小郭对于女友的控诉是委屈至极，已经进入社会的他不比在学校自由，他要考虑怎样做好一份工作，还要想该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和女友提出结婚这件事。种种压力积攒在刚出校门的小郭身上，让他无法再像从前一样整日围着女友转。他以为女友懂得他的辛苦，可事实就是女友仍然只顾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要照顾一下他的心情。随后小郭便说起清明节发生的一件事情。清明节的时候，清明节啊，因为之前我俩闹了一些小矛盾，我就想冷一下嘛，冷战一下。不是，你为什么清明节要选择冷战呢？因为他那时候做了一件事让我特别伤心，让我特别气愤。好，就是他做了一件让你气愤的事儿，所以你决定跟他冷战。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冷战，是之前一个小事儿啊，我现在我也忘了那个小事儿了。看来是够小的了，反正你决定跟他冷战了，对吧？对，我那时候跟他冷战。然后他呢？
那时候决定不搭理他嘛。然后第二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见他跟一个对他有意思的小伙子，他俩一块外地旅游去了。照理说，情侣之间闹个别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小郭万万没有想到，女友竟在他们两人冷战期间去和追求者搞暧昧，此举可是把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狠狠地往地上踩呀。而他的这种行为也让小郭如坠冰窖，那这不禁就让人好奇了，难道小慧真的做了背叛小郭的事吗？真的吗？啊，是真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女生，是我们3个人一起去旅行。哦，对，然后因为他冷战我嘛，他怎么能这样啊？他凭啥呀？然后我就想故意气他，整整他。然后我就跟那女生说：“你先出去待一会儿，然后我跟这个男生待一会儿。”在小慧的意识里，男友既然答应了把自己当成女皇供着，那就不能有半点脾气。冷战就是男友想要被试的信号，她这么做也不过是想让男友尝尝记性。如此行为让主持人都忍不住斥责她起来。你在干什么呀，姑娘？当时就是气他嘛，然后就跟那男生在一起待着。啊，他说本来就是你不对，你现在说上我了你，谁让你先冷战的？你活该。但是你是怎么气我？你看我拽住他我手了，他不给我准备打那小伙子，结果原来对他打那小伙子我还挺开心的，这样才爷们儿吧？你冷战算啥呀？但是你这么设局，你是怎么着？那你冷战干啥？谁让你先冷战？你凭什么冷战？你有什么资格呀？不，我特想知道那哥们就那么无辜的就中了枪了。对，我们好朋友嘛，中枪。小郭对于女友的反应是一阵郁闷，仿佛在女友眼里自己就是个提线木偶，女友能随意操控自己的思维，甚至还挖坑引自己往陷阱里跳。后来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在小郭心里始终埋着一根刺。可还没等小郭平复好心情，小慧就又喋喋不休地指责起男友小郭。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是，还要跟我来分手。你说我家里人本来就不太喜欢他，但是我还没嫌弃他，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过年嘛，第一次见面，他就拿点破水果就来了，不知道他咋想的，那么寒酸，多给我丢面啊！小慧坦言，其实她知道男友是个家境贫寒的穷小子，但见长辈也算是一件大事了。她本以为男友至少能顾及点她的面子，送礼最起码也要挑些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可不料他只送了些水果来打发自己一家人。一想到自己被怠慢，小慧就有满肚子怒火，这就让人好奇了，难道小郭真是这种连见长辈都要抠抠搜搜的人吗？你说你订餐厅，你什么时候订的餐厅啊？你半夜12点给我打电话，你告诉我那你第二天有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早晨还有一些事儿呢。但是你说那次见面，你们家人怎么看我的？我家人对你多好啊，这不应该的吗？你是啥呀？我是啥呀？当时他爸妈不搭理我，一直对着我板着脸，我不得找话题嘛，跟他沟通。那家长当然板着脸了，还哄着你呀。那我不尽力跟你爸妈聊天吗？对，他聊天是聊天了，最后账都没结，咋想的？还是我给他眼神踢了他一脚，他才去结账的。我那不聊天太投入了吗？这事儿你都能忘啊？再说你有什么呀？连工作都没有。小慧只觉得男友就是矫情，为自己犯的错找理由，要不然怎么会连最简单的付账都能忘记？而且现在自己说一两句他都能顶嘴了，所以在小慧的眼里，男友就是个窝囊废。因为除了生活上的事情，男友在工作上也是一事无成。但小慧不说工作还好，一提到工作，小郭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那没工作还不都因为你吗？你把我工作搅黄了。什么事都怨我，现在什么事都怨我了，是不是？我当初好好的工作，你把我搅黄了。你什么工作他搅黄啊？那时候就是刚毕业嘛，当时最先商量的时候，我俩都在唐山工作啊。但是我一大小伙子，我也有梦想呀啊，我也想出去发展呀。唐山是你老家是吗？不是，石家庄是我老家，我在那儿上学呢。哦，然后呢？我也想去发展，然后我就在北京投了几份简历。他当时跟我生气，他说不能去啊。但是最后还是协商了，我给了他一个承诺啊。我说我去北京，我奋斗1年，我要是混好了，我就带你一块儿去；我要是弄不好，我就回来跟你一块儿过。后来混好了吗？还没混好就被他搅了。看来这小慧真是做得很难。为了小郭能时常陪伴自己，竟连他的事业前途都要干预。但是做就做了，现在又怪小郭工作一事无成，真是不知道愧疚啊。那说到这问题来了，小慧究竟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竟是小郭丢了工作的饭碗呢？后来一次周末啊，我回来了，我跟他在家一块坐着看电影。当时我出去接了个电话，我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板着脸。我当时问他，他也跟没事人一样啊。我问他咋了，他说没事没事，就是脸特难看。然后第二天我要走，他也知道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开。我走的时候他说没事没事没事，就是脸色不太好。我说没事没事，我过了检票口，我要上火车了啊。这时候倒好，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你要是走了，我就死给你看。每个男人内心都有要出去闯荡的梦想，小郭也不例外。他迫切地想要在女友面前证明自己，
可每到关键时刻就被女友拖后腿，导致他甚至都不能正常工作。让人好奇的是，小慧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就那么想让自己男友丢掉工作吗？本来就是嘛，你看以前他什么事都跟我说，吃饭今天吃什么了也会先跟我说的，他必须什么事先向我汇报，我同意了他才去做。是。但现在他接电话还背着我，而且刚开始毕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说都在唐山他不干，他偏要去北京，而且你也承诺了吧？你说到时候在北京不行给我接过去，也就北京。现在又整南方去了，而且你要去南方为啥背着我呀？你有啥不可告人的秘密呀？小慧对男友自从参加工作后的改变都看在眼里。从男友开始擅自做主去外地实习的时候，小慧就觉得男友有了要脱离自己控制的念头，于是为了防止男友独立起来，她才决定把男友的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可是这有一点让人不解，那一向对女友言听计从的小郭，为何单单这一次要瞒着女友呢？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实习的呢公司说填自己想意愿去的地方嘛，那几个都是南方之类的嘛，我就写了一个。明白？那你告诉我怎么的了？我告诉你不就为了怕跟你吵架吗？那你不告诉更严重。反正我又去不了，我就有一个这想法，不行吗？明白？那你去不了，你想法你应该跟我说呀。哎，你后来回来了吗？没有啊，领导骂了我一顿。不是，你后来就留下来了是吧？当时我就妥协了，他都那样逼我了，我不妥协吗？然后你就没开成那会没开成那会，但是领导也没辞了我，他就警告我了他就跟我说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后来呢？别弄得公私不分明了。对于女友的控诉，小郭也很是委屈。他知道女友控制欲强，但是为了自己和女友的未来，他还是想拼一把南下闯荡一番。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还没飞起来就被女友拉到地底了。但好在领导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就辞掉他。可既然小郭因为这件事没有被老板过多的责怪，那他怎么说是女友搅黄他的工作呢？后来就是公司接了一个大单我本来我就你看领导在领导面前就不怎么好接了一个大单，那时候团队工作嘛都特别忙，半个月没回去后来他去北京找我去了，半个月没见。一开始我挺开心的，他来了我特别高兴，但是我第二天要出差，我要跟着领导去出差你说多难得一次机会啊，我能不能留在，我就看这次机会了。他可倒好，他非得跟着我去，一开始我不同意，他非得跟着去，后来我说行，去没去？去了。当初我俩都商量好了，说到了你不能说认识我我俩订的同一个酒店，同一个飞机，然后到那儿我说晚上我下班之后我第一时间去找你可他倒好，一下飞机过来挽着我的胳膊，你说我领导看见多尴尬。小郭深知女友爱耍脾气的秉性，但是3年来的习惯让他舍不得违背女友的意愿，所以在答应带女友出差时，他还特意叮嘱一番。可不料女友竟是诚心要搅黄自己工作，也因为女友的这一搅和，他丢掉了好不容易找来的工作。但一旁的小慧听到这却不以为然，甚至还振振有词地说着自己的理由。你说吧，本来就是我先去找你了，你还要出差，你怎么没想来找我呢？我找你，你还净事儿，当然得带着我了。但是咱们当初，而且你工作现在天天谈工作，那我算啥呀？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小慧的话让在场的众人都震惊不已。原来在她眼里，自己男友立身之本的一份工作竟比不上她的一次见面。她难道没有想过男友连工作都没有，将来要如何生存吗？现在好了，自己男友要和她分手了。听到这，主持人又忍不住问了小郭一个问题：你是真想分手还是说说呀？我真想分手，我现在真想啊，我这心里受不了了是吗？都已经有病了，他就像摆弄玩偶一样在控制着我我现在我真的都不行了，我现在我压力特别大。你醒了？我累了我。是累了。姑娘，你意识到问题其实很严重吗？我们笑归笑，说归说啊。我感觉不严重，因为我感觉都说嘛，一个男人如果喜欢你，就会像对待女儿一样宠着你难道我做的有错吗？你还觉得委屈呢是吧？对呀，他就应该宠着我呀，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小郭被女友的种种强势行为折磨得苦不堪言，自从和女友在一起之后，连自己决定工作的权利都没有了，完全失去了自我。他是铁了心要分手，可小慧倒不情愿了。在他看来，3年的感情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在听过2人的故事后，导师们又会提出什么建议呢？我就问你，他爱你什么？不是你有什么优势？你可能家庭条件比他好，你可能长得比他好，这所谓叫你的优势。人不爱你，家里人对他态度不好，他会开心吗？当他有自己的选择，去选择自己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支持他？没有，你搅黄了他自己的事儿。你有没有照顾到他的尊严？当你居然用一种极其过分的手段在报复他，和一个男孩单独在房间里，在外地，他是怀着如何的心情找到你？有没有想到他的尊严？你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这个人的底线，请问他爱你什么？在曲伟导师看来，
小慧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给男友，她不但搅黄了男友的工作，还和自己家人一起来贬低男友。试问有谁愿意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但凡她给足了男友尊重，给他自由，让他放心去闯荡，他们两人绝不会走到如今这种地步。那么涂磊又是怎么看待他们两人的感情呢？你刚才反反复复理直气壮地说，男人不就应该像宠女儿一样宠着自己的女人吗？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男人像宠女儿一样宠着自己的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在这个男人的怀里，她的眼光是崇拜的。就像我宠我的女儿，我女儿看着我的眼睛应该是崇拜，那你看着她的眼光是崇拜的吗？不是，是蔑视。凭着自己的美丽、自己的家世、自己的种种优势而傲视于他人，看不起别人。你瞧你说的那些话，你有什么？要工作没工作，要面包没面包，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分手？你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来宠你啊？在涂磊看来，恋爱是彼此间互相依恋、互相疼爱，而不是小慧这种只知索取。就算是宠爱也是相互的。既然小慧一个劲的要求男友宠爱自己，那最起码她也要先做到对男友有基本的倾慕之情。像她那样总是把男友要工作没工作，要家事没家事挂在嘴边，把自己男友贬低的一无是处，人家就是想宠爱她都宠不起来。还有对于小慧教唆男友打架这件事，涂磊也是极不赞成的。还有一句话我听得特别不顺耳，你有本事跟我冷战，你有本事跟人打一架呀！你是真爱这个男人吗？真正爱这个男人的女人，发现自己的男人跟别的男人发生武力冲突的时候，更多的是害怕他受伤，而是把他扯开。你倒好，为了自己那点小虚荣，恨不得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打一架。你是真爱他吗？不是。你只爱自己，爱自己的骄傲，爱自己的虚荣，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人还劝自己的男朋友上去打架的。瞧你刚开始在哭之前那副样子，凭什么呀？你还敢跟我分手？怎么了？跟你分手？所以说，姑娘，好好修为自己。只有真正懂得欣赏一个男人和崇拜一个男人的女人，才值得被疼爱。涂磊告诉小慧，如果她真的爱自己男友的话，根本就舍不得让自己男友受一点伤，更别说教唆自己男友和追求者打一架了。种种迹象都表明，小慧只是单纯的自私而已，她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涂磊也告诉小郭，小慧能有现在这副蛮横的样子，她也占有一部分原因。当一个女人用崇拜的眼光看你的时候，你可以宠爱她；但如果她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你的时候，你还宠爱她，那不叫宠爱，那叫谄媚。你这些年来只是用你的谄媚在喂养她的虚荣，把她喂成了这个样子。虽说小郭是为了实现诺言，答应要宠着女友，才一味的选择包容她，但凡事要有个度。正是他的一再纵容，把女友的脾气养大了，让他觉得小郭连分手都不配提。看得出来，涂磊是不赞成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在听过导师们的建议后，这对情侣还能走到一起吗？对，我以前是喜欢你，但是你这个控制已经让我完全没有头脑。你现在别谈这些，你想想咱们一起经历的3年。你别哭了行吗？经历了你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呢？你是真的喜欢我吗？我确实真正的喜欢你，喜欢过你。那我说我以后改呢？你改得了吗？我说我能。你要是能改，我还是会喜欢你的。为了挽回男友，小慧甚至低下了她高傲的头颅，保证会做到尊重男友，也为女友做出的承诺。小郭也在犹豫，但幸好他保留了一丝理智，果断地放弃了这段感情。希望小慧经过这次事件能长记性，知道尊重自己的身边人，也希望小郭能重振旗鼓，发展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两人在一起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如果一味地指望对方付出，那这感情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屏幕前的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积极留言讨论。